阿囧，历史发明家啊！还有普丁一起提到，中国跟苏联是二战的中流砥柱，当然有没有觉得非常荒唐呢？完全是架空死学。二战的中流砥柱，欧陆战场确实是苏联，美国也是到了珍珠港事变才加入战争的，直接讲了一个鬼故事，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印度式精神胜利法，最近马上要废除中线，是不是要跟台湾建交？隔天马上自我翻车，最厉害的是原封不动那41万人，前一天嗨翻，隔一天翻车，还是嗨翻。阿囧，这个话声八个囧，就叫你馆长别急着升台，把阉割版的叫贵中国。首先，馆长是在酸你们这一些小青鸟，你们说只要跟中国往来就是舔共。第二青鸟已经崩溃了，会打怎么可以选在北四科？是在空山小，这是八筒。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八囧完全是架空死学。恭喜了俄罗斯的抗战胜利的典礼。而最搞笑的就是，其实美国为了反制美国，通过了这2个加强法案，拒绝中共歪曲275八号决议。他还跟普丁一起提到，中国跟苏联是二战的中流砥柱，今年也是台湾光复的80周年哦。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有没有觉得非常荒唐呢？我还以为二战的中流砥柱是美国呢。二战的中流砥柱，欧陆战场确实是苏联。如果没有苏联在史达林格勒战役最终翻盘德国的进攻，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全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来。美国人敢说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没有帮助吗？美国也是到了珍珠港事变才加入战争的。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美国还想两边捞呢，直接讲了一个鬼故事，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日本最后快速投降，除了原子弹之外，是因为苏联在广岛台原子弹扔下去之后，紧接着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直接从外东北进入到满洲国，把日本最后的大后方满洲国给干趴了。否则一开始啊，苏联确实也是蛇鼠两端，一边在东俄这边互不侵犯条约，在日本这边也进行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苏联是整个二战里面牺牲最惨重，靠着他的巨大众生的使命的把德军给拖垮了。那你知道那句世纪名言吗？在史达林格勒之前，我们没有打过一场胜仗；在史达林格勒之后，我们没有打过一场败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证明一件事情：没有苏联，二战的结果可能是倒反的。八囧，这个话声八个囧，你这一句话又错。即便有中国，也是中华民国，对不对？中共马列窃取了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2个字，变成你自己的。中共马列窃取了中国。西安事变之后，所有的解放军都改编成为中华民国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钟荣衡，中华民国37年12月12日，当时不管是解放军或者是国军，其实都在中华民国的部队之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讲不得不屈服这件事，所以停止了剿共，这叫国共合作。这个史观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读过历史的人就不会讲这个话，你看用词精确。最搞笑的就是苏联灭亡了吧？那俄罗斯联邦也成立了，对吧？而中共也不是中华民国，这2个都不是当时的战胜国家，却跑出来庆祝二战的胜利。大哥，你知道什么是主权国家吗？苏联是由俄罗斯来继承它的国家主体，不然现在俄罗斯凭什么是联合国5常之一？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主权国家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排他的绝对管理权，并能推出一个中央政府来施行管理。所以苏联垮了之后，接替苏联的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所以俄罗斯就成为苏联的主权继承者。这历史观是完全破碎的耶，讲一句错一句好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2758号决议文回顾联合国宪章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对维护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组织宪章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不可缺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一切机构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历史发明家啊，我老实讲，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治下国民，我们是拒绝承认2758号决议文的。
但是就有蠢货，每次就要去挑起这2758的决议文，再打一次自己国家的脸，就跟你讲，老讲说汉贼不良，为什么退出了我不认，我要认了他妈的在中华民国时刻消灭，他已经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也不能宣称他代表中国的主权嘛。就写那么死白了，真的蠢到没救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说这些都假台派落赛仔。请问一下，当时去日本参制的国家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吗？而且就算在大中华的框架下，你说台湾光复80周年，但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建国几年？76年呢？每年的10月1号是庆祝谁建国？跟你一个76岁的国家来庆祝台湾所谓的光复80周年，你是在搞笑吗？中华民国还存在，轮不到你说80周年。你要说中华民国存在，你又要去讲2758的决议文，日本脑子有问题，这两个是互斥的，知道吗？受不了。就在刚刚，川普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一项震惊世界的大消息。那这个消息跟贸易还有关税是无关的，而这个消息会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国际上绝对是惊天动地。不少人猜测，那是不是要跟台湾建交？不管是台湾还是 Republic of China， 总之就是台湾岛上的这个政权，毕竟碰上了昨天美国国会通过了2条法案，以及赖清德也准备在这几天发表中华民国战胜国就签署中华民国与日本国条约的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说，有没有可能让中华民国在名义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陆的地位？因为美国最近也打算要废除一中政策，对不对？或者是说让台湾取代中华民国？美国要废除一中政策，你认真吗？脱离中共利用大中华来统战台湾人。当然，我非常是希望建交这一类的，无论这个国家名字叫什么，反正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跟中共断交。但是现阶段的务实上层面的，我认为还不太可能啦。所以前面那群画虎烂的在冲小，让人家看得很爽吗？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对乌克兰的宣布，美军或是美国要扩大援助乌克兰、入驻乌克兰之类的？川普已经讲几次了，门都没有，这代表他完全没有在看国际新闻，他完全不了解国际在吵什么。川普根本不鸟乌克兰，当然也有这种可能，还是说以色列方面，因为川普最近好像也要去中东了，而川普还在前几天公开呛中共，讲的煞有介地，隔天马上自我翻车。最厉害的是原封不动那41万人，前一天嗨翻，隔一天翻车，还是嗨翻，反正永远都会赢，囧粉永远不会输，真的是印度式精神胜利法。记得川普刚当选的那1-2个月，我提到川普肯定会拉拢中东地区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因为那些阿拉伯国家虽然是石油的盛产地之一，但是这种单一经济很容易陷入困局。只要来一个石油大震荡，价格随时暴跌，而且石油是消耗品，目前是不可再生的。阿拉伯地区需要培养其他的产业发展。干，他为什么要对岸的用法啊？我快疯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去回答台美之间没有建交这件事情，拉了半天，就这边大破局啦。台湾人没有在用万亿，台湾人是赵大哥，你住大陆吧？他是不是老共派来的内贼啊？至于警察应该把他抓爆，太疯狂了。再来，当然了，我昨天那支影片又被全部都是废话。真正的 breaking news 是叙利亚领袖跟川普见面，在 MBS 的见证之下，进行了一场3方会谈，25年来首见叙利亚领袖，美国全方位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都包牌了，还能全错？再来，现在阿拉伯地区需要的是基建吗？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高科技发展产业。天才，真是天才！你光看标题就好了。沙地阿拉伯1.1兆美元改头换面拼基建，各项的领域中国企业投资，中国基建再下一层，不要那么蠢，好不好？我真的会验蠢症，有点受不了。沙地阿拉伯是全世界现在盖基建盖最凶的国家之一啦，他们几乎把很多钱都拿来投基建，全部说反。什么重大事件宣布没有一个对的，还在那边洗地说你们在抹黑污赖我，不是啊，你真的没一个讲对的，真是有够扯的，能够全错也是一种天才。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高科技发展产业。没有基建怎么发展高科技？所以美国会给他们这些东西。天哪，太空三小！美国给他们高科技要干嘛？美国要全世界买他们东西，把制造业抓回美国，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前天川普到阿拉伯地区之后，包含与沙特、卡达还有阿联酋签署合约。沙特也是对岸的用法，总计是6000多亿加2435亿加1.2万亿的这个美金协议，包含1400多亿的军售以及作战设备还有训练费，还有美国众多的科技公司。我跟你讲，那是买。沙特称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美国媒体踢爆，白宫宣布交易总不到沙特王子承诺的一半，所以沙特唬烂美国，这是一个常态，所以从头唬烂到尾。当然，中共大外宣又开始说了，在瑞士的中美会谈之后，美国会了取消对中国晶片的制裁。但事实上，川普还是在针对中国的晶片政策没有变。别忘了，4月份前不久，川普不准 H20晶片销往中国市场，所以黄仁勋才急忙忙的跑到中国去讨论该怎么解决。这个时候，馆长说黄仁勋舔到台独去喷，我那时候就说别急着上升了，因为馆长真的看不懂。而黄仁勋前几个礼拜给出的解决方案，今年7、8月份辉达要卖阉割版、降级版的 H20晶片给中国，所以我就叫你馆长别急着上升，卖阉割版的叫贵中国，是叫舔到。那美国的这一项操作，未来中美全面脱钩之后，美国的市场将在此弥补掉中国市场的缺口。当然，我们最关注
注的就是黄仁勋将可能宣布辉达在台湾建立一个海外总部，最有可能就是在双北地区或是高雄。如果这个海外总部尘埃落定，拍板定了在台湾，那按照小草跟蓝白的逻辑是什么呢？台湾掏空了美国辉达，这个辉达变成了台辉达，因为按照蓝白的逻辑，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变成美积电，星巴克来台湾开咖啡变成了台巴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怎么会有人愚蠢到这种程度呢？首先，馆长是在酸你们这一些小青鸟、小囧粉，你们说只要跟中国往来就是舔共，辉达去就不是舔共，所以在酸你，连这一点点基础都看不懂。第二个，青鸟已经崩溃了。辉达向中共低头，已经踩到台派逆鳞。辉达怎么可以选在北四科？是在公三小，这是八桶。请问辉达的总部跟主要研发会在台湾吗？你要不要看它产业链在哪里？你要不要看它真正的总部在哪里？它就是没有逻辑。是撇开事实不论，星巴克变台巴克是脑子有问题。星巴克全球总部在哪里？这是太扯了。那照你这样骂，那陈其迈该去出征一下啦。更好笑的 VC。中美谈判后的3个重要细节：实际税率、芯片管制、示范效应、实际关税40%，所以还要再谈。再来，每次都在那边说中国国又输了，美国又赢麻了。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中国对台湾行巨甲醛加征反倾销税，结果民进党经济部吞了，不是要反倾销调查？不是要赢麻了，每天只会跟在民进党屁股后面，跟在赖清德屁股后面，在那边大外宣吹喇叭。你有没有看到赖清德怎么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中国跟美国这样的一个篮子里。是谁吞了？最近8·9也很辛苦啦。赖清德最近支持度真的是蛮惨烈的哦，仅37%满意。53%不满意，是历年来5位民选总统最高。对赖清德执政的感受43%更危险，执政后的社会52%更分裂，执政后的台湾政治42%更独裁。所以洗地有用吗？8·9可以继续洗，丢死人了。